欢迎收看《环宇全世界》，带您走进全世界。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我是何荣。两岸大事国际焦点，深度剖析，打开视野。透过 YouTube 上的朋友，请您帮我们按赞、订阅、加分享，动动手，开启小铃铛。也欢迎您告诉我们在哪个城市打卡收看。欢迎大家多多的表达您的看法与观点。好，来欢迎今天3位来宾。首先是淡江大学战略所助理教授马准威老师。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另外，清华大学 EMBA 讲座骆秉宽老师。何荣好，大家好。还有亚太防务杂志总编辑郑继文，继文兄。何荣好，大家好。好，首先带您来关注的就是美国战争部，他们在最近发布了最新的一份2025中国军力报告，而在这份呢100页左右的报告呢，是川普第2任期的第一个有关中国大陆军力评估的报告。这份报告做出了到目前为止可以说是最严峻的定调。怎么说？因为报告当中指出，中国大陆军方正在稳步推进3项2027年的目标。包括了具备对台湾取得战略决胜，在核武以及其他战略领域对美国形成战略制衡，以及第3就是呢对其他区域国家达成战略折制、威慑与宰制这3点，特别在和台湾最有关的部分。报告指出，北京如果判定有必要对台湾采取军事行动，可能会考虑4种选项，包括了不开战的胁迫、联合火力打击、海空封锁以及联合登陆作战虽然说的兵凶战危，但是一般目前来说，多数的分析还是认为台海开战的几率没有想象中的这么的高，不像现在所说的兵推说很高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如果真的万一不幸发生冲突马老师觉得解放军对台湾的军事行动是上面刚刚讲的4种选项的哪一种几率会最高呢？好，我想这个从前一阵子美国国会的这个报告看起来，这个2027其实大家的共识大概就是，也许在2027中共会有能力，但是不代表他有意图，因为就像薛瑞福讲的，这个动不动武器是一个政治决断所以在这4种选项里面，其实不开战的胁迫，大家可以想，在2020年大概前国台办主任王在希提的北平模式，我觉得中共就在思索这个方案的可能性。那联合火力打击其实就是乌俄战争模式，可是乌俄战争模式看起来到目前为止是不成功的。那海空封锁模式事实上就是德国的柏林模式嘛，在冷战时期封锁，可是这个结局应该也是没有成功。那联合登陆作战就像诺曼底登陆这样，那死伤非常的大，所以我觉得以中共现在在评估，就是双方怎么样在损失最少，但是可以拿下台湾的状态底下，我认为这个北平模式就是不开战的胁迫的可能性是最大的。但这个过程里面会有一个很大的差异性或者是困难度，就是在北平模式过去的北平，因为它不靠海，所以它被围的时候，事实上也没有其他外援可以到得了，那它就会造成这个城内有一种好像不投降就得死的一种状态。可是台湾现在是一个岛，这个岛的4周都是海，那这个地方又有这个西方势力或美国的这个军舰常态在这边，包含美日安保的范围也都在这里，所以我认为就是北平模式要在今天的台海或台湾发生作用，我觉得它有一个实作上的困难。这个困难就是北平的地理状态跟台海现在的状态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我还是觉得他们会优先用和平胁迫的方式来达成统一的目标。现在考量就是说代价跟达到的效果是如何那因为过去我们也看到说，解放军进行像联合利剑几次的演习如果用这样的一个模式来推论的话，解放军对台湾的包括海空网甚至是就是核武这边的战略威慑体系您觉得目前发展到的这个阶段大概怎么评估？我觉得当然是也不可小觑，就是越来越成熟，而且它透过过去的这个联合利剑或海峡雷霆的这种军演方式，事实上它不光是传达对台湾的一种威吓作用，更重要的是它也在验证它的实兵，包含它很多新式的武器要怎么样在战场上使用，在台湾的地形地貌下，它要怎么样进行攻击所以我觉得在准备上面他们是越来越成熟，武器的这个强度也越来越高。但是我觉得总体来讲，我还是非常同意薛瑞福的这个提法，就是最后动不动手，事实上是一个政治决断，它并不是靠这个物质实力就能够确定的事情所以从这个平息上面来讲，我认为它现在的这个整体的这个军事力量的强度跟成熟度是越来越高，但是不见得他最后会动这个政治决断。OK， 建文兄也可以简短的来平息一下4种几率因为刚才马老师认为是不开战的胁迫，您认为呢？
我觉得其实中国大陆对台的工具越来越多，那这几年这种所谓的灰色地带行动，其实已经凸显了台湾在国防建军的时候，对于这一种威胁，现有的兵力无能为力。因此，我认为这样的一个压力对台就形成很大的压力。当然，对于大陆来讲，不战而屈人之兵，或者利用战争威胁这种和平的手段解决，这是他最大的一个解决两岸的利益。对，但台湾这几年我们可以看到所谓的豪猪战略，向美国买大量的武器，把台湾打造成一个刺猬。因此未来可能端乎于两岸之间一些这个相关实力的消长。那随着中国大陆军事科技的快速进步，我认为在一个时间点，台湾发现无论你买多少武器都没用的时候，特别美国已经摆明不会干预，这时候两岸就往谈的方向，我认为这个几率会越来越高。对，其实不管是中国也好，美国也好，我们讲 G2 哈，其实都在考虑的就是刚刚不断在强调代价、效果，还有就是战损哈，就是万一开战之后，它的损失会不会很大？那你又怎么看另外一份这个美方高机密的文件哈？最近也曝光了，就是超越优势简报。那在这份简报当中呢，所列出的每个兵推当中啊，都看到了美国最先进的航空母舰就是福特号。兵推的结果是一再的被摧毁。这个福特号啊，其实它造价是非常高昂的，是130亿美元啊。2022年正式服役，但是也被发现呢，它容易受到柴油电力潜舰还有反舰飞弹，像是鹰击17呀，离解放军大概有600枚的极音速飞弹的攻击。那所以呢，兵推最后推出了一个航母被击沉，而且多次兵推都推出了这样的一个结果啊。当然也有人说兵推，因为我听很多的兵推专家哈，常常在讲的一句话说，兵推会失败，就是因为要预算。所以基本兄怎么看哈？就是说，是为了真的要争取更多的预算呢，还是说解放军真的是对于这个美国的航母打击，它是有一套非常完整的战略的？我认为美国做兵推不只是争取预算，事实上对于敌我之间相关的实力消长，它一定会做很科学性的验证。航母对于未来遏止中国大陆对台动武，还是不是像1996年派了尼米兹号和独立号，让解放军对台的军演草草结束？我认为30年以后，整个情况已经绝非如此，而且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而这个转变主要的核心是什么？就是中国大陆军事快速这个推进，在强大的经济力的支持下，在科技、在装备数量、在新的战法战术，对于美国航母来讲，都有致命的绝杀力量。刚才的报告有讲到，解放军好像只有前舰、各种导弹、各种飞弹对航母构成威胁，事实上断不如此。这些飞弹只是打击的手段、拳头，而且我必须说，不只有鹰击。像这次93阅兵有鹰击17、鹰击19、鹰击20，都由不同的载台，可能是水面舰、陆上的载台或者潜艇发射，对于航母构成威胁。但我们知道东风系列很多，像东风17，东风17的改良型东风27，这个乘波体的高超音速弹道飞弹。另外，那还有像东风系列东风21D、东风26。之前都号称航母杀手，它以弹道飞弹结合高超音速攻击的形式，美国航母一点都不安全。对，再加上93阅兵又出现了所谓东风1000，是高超音速的巡弋飞弹，打击范围有人说7000，有人说5000公里。但不管怎么样，这些打击手段让美国的航母不再安全，而且不只有拳头，它眼睛、它的耳目照样具有很大的优势，比如天上的卫星。包括各种导航、各种遥测卫星、海洋卫星。那另外这几年无人机大量出来，因此它的空中侦察载台足以清楚的瞄准或者跟踪美国的航母。最重要就是我们大家知道，2012年解放军海军拥有航空母舰，到目前已经有3艘。因此过去10年它的相关的演训，特别红狼对抗。衍生出一系列有效对抗航母打击的战法、战术和诸兵种的协同作战，如何克制航空母舰？这对美国来讲，它的装备、科技力还有战法、战术与时俱进的状况下，你说美国的航母接近西太平洋、接近台海，它还有安全的空间和它的安全感吗？对，这个答案是非常清楚。你提到这一点哈，我就想进一步请教。
因为现在刚刚特别提到是就要让美国的航母战斗群是有所忌惮的，所以解放军的想定是说，在第一岛链之外，甚至可能在第二岛链，透过长距离的发射，我就让你根本连进到第一岛链都不行，是这样的想定吗？确实，他会把攻击的火力投射，而且有效打击范围越推越远。因此，我们看到美国最新的一些对策，当然它对策很多啊，比如空军有这个敏捷战斗部署，在一些小岛部署，航空母舰距离你越来越远，搭载这个 F-35C，让它的航程设法延伸，再配合一些无人机。但我们知道，解放军的火力投射范围已经从可能1000公里内逐步推进到2000、3000甚至4000以上。因此，对于美国航空母舰来讲，特别它一个航母打击群，既有大型的航母，上面一堆飞机，再加上这些护卫舰，对付高超音速，我们目前知道科技目前无以为力。因此在这样的一个体系下，美国退得再远，其实它被打击成功的几率也越来越高。因此，派航空母舰介入台海冲突，对于美国来讲，它的代价越来越大，而且它的损失越来越高。因此，对他来讲，这个致命的威胁短时间内是很难克服的。是从纪文兄刚刚的分析，还有包括我们的讨论其实在告诉大家一件事情，就是中美两强，我们讲 G2 呢，现在军事实力就是中方的军事实力早就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不再是1996年那个时候30年前的那个时候的实力。那在台湾这边呢，前国防部的副部长美中台关系专家林中斌，他最近也表示，川普政府第2任期已经从第1任期的强力抗中逐步调整为避免美中直接冲突。林中斌他就推断呢，以柯博吉为代表的这个对中战略核心圈，他们这几年来认为美中的军力平衡已经出现不利于美方的变化。如果真的发生冲突，美军可能会承受重大损失。因此呢，他们主张以势力均衡作为主要的对中战略，也就是竞争但是共存，不企图消灭对方，属于守势现实主义的思维那也就是我们常听到的一种避战思维。所以陆老师，2027北京我们知道他们要召开21大攸关习近平是不是能够继续的连任。那陆老师认为，在这个之前美中G2 这两强对台海局势最有可能会采取的战略态势会是如何？这个题目真的很好，可以作为硕士论文题目，因为中国将专注于打赢台海战争所有的技术上的准备。那美国呢，要致力于让中共体认到，你如果要打这场战争，你的付出代价是很高的，而且你没有办法获胜。所以两个是在时间上来做一个竞争的竞赛了。那中共它会强化所有现代军事化的一个目标。那刚刚讲的也多元的威慑，不管是火力打击、海上封锁、海空封锁，甚至最危险的2栖登陆，甚至他用核战2手。就是舆论战、心理战、法律战呢，再结合它的经济对我们的依赖我们经济对它的依赖在这样同时呢，要强调他在对台工作上有了实质进展。习近平对台工作实质进展，这才能成为他连任一个最好的一个例证就是我确实能够掌握台湾，我能够拿下台湾，只是我要不要做，他要做好这样所有的准备。那我相信中国的战略一定是这样。那美国呢，是加速武装台湾，像刚刚总编讲的处理很多我们数百亿美元的这军售延迟。那像标枪飞弹、海马斯这些飞弹，是不是能赶快来强化台湾本身的防卫能力？而且结合多边联盟日本、菲律宾来跟我们做结盟。就如果你中共发动战争，你面对不是只有台湾，是一个跟美国结盟的一个国家的一个对抗。第三个，你如果要发动战争，你要经济上做到多大的一个反制？最后我就写普鲁士的一个最有名的这个军事学家叫克劳塞维兹，他战争论里面就提到说，一个国家会发动战争，有时候是临时性的，是一个决策的，但是它前提是，通常它的本身的国内的经济情况不太好的时候，才会发动这样的战争。那一个经济情况很好的一个国家，他会不会去冒这个风险，让自己的国家承受一个不可预期的一个损失存在？这样他觉得这样的可能性是不高的。对，这是普鲁士的军事专家他所提出来，所以我们认为这种情况下应该不至于发生。那但是我们还是要做好我们的准备，因为说大家知道，所有的这个战争的准备要看意志力，谁的意志力最强，谁就会赢。是你像俄乌战争，乌克兰接受这么多军事的援助，可是他的意志力没有俄罗斯强，俄罗斯一直持续打，
他没有停止过，他没有普丁的这个意志力强，所以普丁就占到一个上风。所以我们要注意到这个现象。是中美两强现在比拼军事实力啊，当然比的也是后面的武器科技化的程度啊。等一下回来就要来特别点到要讨论一个问题，就是美国终于认清了他们稀土必须要国产化的这个问题。马上回来。好，回到寰宇全世界，我们继续来看的是美国终于认清了一个事实，而且是吃了秤砣铁了心，决定要这么做了，就是稀土必须国产化。美国稀土开发公司 USA Rare Earth 在这个礼拜呢，因为宣布稀土产量呢提前2年，到2028年年底呢就会有这个提高的稀土产量，所以呢股价一度上涨了超过3%，但后来呢这个走势啊又转为震荡回落。市场上对于这个消息的反应是呈现比较分歧的局面。USSR 呢，他们表示说 Round Top 啊这个矿床被认为是美国目前最重要的稀土，而且是重稀土来源之一。这当中的蕴藏呢包括什么呢？包括像镓、铍这些战略金属，而且还涵盖了像低压、钋啊这些关键材料。而这些材料，我们刚刚所点到的这些呢，是广泛应用在国防武器系统、高强度永磁体电动车马达以及再生能源设备，还有航太技术的领域。这间公司呢，他们提出了2大利多啊。他们说，在奥克拉荷马州，那要建造一个面积呢达31万平方公尺的永磁体制造基地啊，这个地方叫 Stillwater。另外，他说有一大利多呢，就是溶剂萃取试验的成功。所以这家稀土公司的执行长啊，就是汉普顿呢，他就指出说，高价值稀土的需求在国防跟绿能领域都正在快速的成长。好，所以重点来了，就是美国决定要做了，就是一定要稀土国产化。接下来是美国的发展重心，所以有国家资源、有资金，又有政策的支持啊。可是要请教一下骆老师。华尔街的反应却不大，就刚刚看到说还震荡，是对市场的前景现在有什么样的疑虑吗？华尔街从来不会放弃任何一个炒作股票的机会，没错。所以他们在 MP Material 这家公司今年已经涨了5倍了。那刚刚讲的 USA 呢，这个 Rare Earth 呢，它也涨了2-3倍了，所以已经都涨过头了，不是它没有涨，之前炒过一波了。对，那尤其是 MP Materials， 那时候美国政府还入主买了它15% 的这个优先股。所以那当时它的股价，它认股的价格是30块，后来涨到100块，那最近回跌到53块钱左右，所以它已经都是涨完了。那这一波为什么没有再继续炒作？第一个，你稀土你还是要依赖中国的精炼技术，像 MP Materials， 它没有办法精炼，它还是要运到中国大陆精炼，所以它没有办法。第二个，股市的一个特质啊，就是说当这个利多出尽的时候就不会涨了，因为大家觉得只有你没有办法取得这个货，那价格才会被拉涨。那如果大家都可以取到这个货的时候，那这个价格是不会涨的。所以这是股市的一个心理作用。那第三个，这个美中在釜山所谈的这个所谓稀土的这个框架协议，它只是一个框架，它并没有执行的细节。所以到底现在成品可不可以卖，还是这个原料可不可以卖？就会成为一个争议，所以它还是需要一些出口许可证的审批流程，要有一个完整的一个协议内容，这个协议内容最后才告定落。所以只有1年的这个许可，那你涨的基数在哪里？你就缺乏那个涨的原因了。你就涨的，这是一个有时间性的一个利多了，变成是有这种情况。所以为什么它到现在最近就没有再涨了 ？OK。其实因为稀土我们知道它可以广泛应用在非常多的领域哈，包括最重要就是国防工业哈，所以为什么美国他们现在已经决心要把稀土国产化这件事情好好的落实？那除了国防工业以外，电动车也非常需要用稀土啊。这个特斯拉呢，在2023年呢，这一年他们曾经宣示说，未来新世代的车款将不会再使用稀土磁体。但是呢，实际的进展却显示说，这些关键材料到目前为止仍然被广泛应用在特斯拉所生产的电动车当中。像另外一家这个 B&W 呢，已经在部分电动车的车型采用不含稀土的电机设计，但是稀土材料还是完全没有退出舞台啊，一样被用在像是座椅的调整啊、车窗的控制啊这些辅助系统。好，那另外呢，就是美国战争部
在去年11月，他们就宣布呢要出资沙烏地阿拉伯的稀土加工计划。同年10月呢，川普跟澳洲总理见面的时候呢，也表示美澳双方在未来半年内要共同投入10亿美元，推动相关采矿还有加工的项目。所以现在紧锣密鼓、快马加鞭的要想办法让稀土的就是国产化这件事情啊，赶快做。可是也看到一件事情，中国大陆能够建构这个稀土的完整的供应链体系啊，这也不是1年、3年甚至5年的时间，他们是花了非常久的时间，而且坦白说是牺牲非常多，包括环保啊这些，所以不是只单靠说军工产业就能撑起这个稀土的需求吧？当然，我们都知道军工产业只是整个其中一环产品的一个环节，而且它的环节还不是最高的，最多还是相关的一些民生产品，特别是高科技一些产品。那非常仰赖稀土。刚才讲到电动车，它有进行一些降低对于稀土的仰赖，但我们都必须说，这些新的科技发明出来，是针对这样稀土有限提供或者资源短缺所做的因应措施，但它的成本还有它的整个综合性能达到一个什么水平和之前使用稀土，我想一定有一个落差。是，比如可能更昂贵，那维护起来更麻烦，那更重要就是综合性能会不会是这个有一定的降低？我认为都会影响这些产品的相关的使用的比例，而且不只是新能源电动车等等哦，还包括现行的汽车工业，它也很仰赖稀土，比如说触媒转化器啊，一些特种的一些陶瓷啊，还有这个高强度一些合金等等。也广泛运用在现行的汽车工业、传统汽车工业。这就是为什么之前稀土短缺的时候，欧洲、美洲很多汽车厂那这个痛得哇哇叫，因为会让它的整个生产产生很大的影响，甚至停工哦。那除了这个汽车以外，我们知道半导体也用了很大量的一些稀土，包括半导体原料一些这个抛光啊。还有相关电子元件一些处理啊等等，还有一些制程等等，都需要用到稀土。此外，像是这个我们所熟知的 AI 技术里面 ，AI 伺服器，那同时像我们采用的一些所谓的消费性电子产品，那最明显就是像我们的高性能的这个手机，还有一些笔电等等，也都不同程度的用到稀土。你说稀土是致命的吗？不可或缺的吗？某个部分还真的是哦。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大陆以稀土为武器，那欧洲、美国都必须要臣服它这项尽力相关的博弈之下哦。因为确实目前来讲有绕不过的坎，但这个状况，我认为美国这样的努力或者欧洲的努力，短时间内那还是难以完全克服，长时间可能要看各国的政府执行力而定了，而执行力正是欧美国家在整体施政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短板，特别是执行力不够强，那你原先的计划都会打很大的折扣。这个最明显就是这个川普政府还有这个拜登政府对于说所谓的电动车的政策产生极大的改变。另外，半导体像这个新的这种这个 AI。一些规定等等前后落差过大，都显示了欧美这种定期换届的政府，它的政策能否衔接，执行力够不够强，对于未来稀土政策那么一以贯彻下去，我认为这个都有待观察。对，因为先前这个美国就被中国在稀土这个地方卡脖子卡的实在是受不了了。当然，我们知道经过了川习会之后呢，就达成了稀土协议啊。可是现在外媒报道说没有哦，不是哦，这个协议形同虚设。怎么说呢？因为业界就说呢，因为中国大陆呢只给成品啊，不给稀土的原料。彭博是这样报道的，他说有10多位匿名的消费企业、还有生产商以及政府官员、还有贸易专家都表示，虽然先前我们看到了川习会达成了稀土协议，而中方呢也已经扩大供应稀土啊，但是其实多半都是永久磁铁，就永磁的成品，美国业界仍然无法获得原料，所以这个 Novium 磁铁公司的执行长啊叫邓恩，他就表示，他联络了其他同业才发现。大家都没有办法从中国大陆获得原物料，所以如果是美国实体的话，你就拿不到低金属啊，或是氧化锑哈。
也就是多半给成品，但是不给原料。这个做法，我继续的卡美国你稀土的脖子。对照最近有一件事情，大家应该也在国际新闻上面看到，就是川普任命了他的格陵兰特使，所以他对格陵兰还是不放弃啊，因为他知道在中国这边没有办法，所以呢想办法从格陵兰这边将来要开拓它的稀土的另外来源了。是，我想这个稀土这2个字很容易让大家误解，以为这种土很少哦，其实不是，它是里面的元素是稀有的，而不是这种矿材本身很少。所以全世界的分布其实很广，但是要有能力去开采，或者是有高超的技术。中国大陆发展的久的，所以有。那我觉得从原料这个2个字，我们来理解一下，就稀土矿出来以后，它要先加工过，才会变成稀土氧化物或者是稀土金属。但是这个应该还不是美中竞争过程里面所谈的原料哦，它所谈的原料应该是中间品，也就是再精炼过一次，它会变成一种叫做铝铁硼磁材合金的东西。那它可以做这个磁粉、磁片，或者是这个半成品的磁铁。那这个为什么这中间原料中国不愿意供给美国，而是只要把它做成最后的终极产品，就是永久磁铁卖给美国的原因，是因为这种原料它可以做雷达。它也可以做这个马达哦，那马达跟雷达这个意义差很多，一个有军事，一个不是军事。它也可以做 AI， 它也可以做无人机。就是我原料给你了，结果你到底怎么用？没错，我无法管控。所以对中国来讲，这是一个理性选择，就是我把终端产品卖给你的时候，你就没有变化的。但是我如果把中间产品卖给你的话，你可以做各式各样的东西。而这件事情并不是中美竞争过程里面中方所乐见。所以我觉得他在考量这个稀土的出口、中间品的控制上面，他考量不是美国依不依赖的问题，而是这种稀土的中间品本身是一种战略物资，它可以民用也可以军用。那中国大陆不愿意你有这么大的弹性，所以我干脆卖你最后的终极产品。等于说先做预防啊，因为你真的不知道你这个原料卖给美国之后，难保美国不会拿去做其他应用的用途。包括现在，等一下我们要来要来讨论的就是关于 AI 啊，就是高科技在2026年中美2强的竞争态势。马上回来。欢迎回来。路透社最近最新的报道是，根据4名消息人士表示呢，在美国总统川普表达他允许 NVIDIA 辉达向中国大陆出售 H200人工智慧这个 AI 晶片之后呢，大陆方面看到字节跳动还有阿里巴巴已经分别向辉达询问买晶片的事情。但在此同时呢，彭博也引述知情人士表示，北京的寒武纪最近也有扩产3倍的计划。那报道中指出呢，寒武纪准备在2026年交付50万台人工智慧加速器，其中包括了多达30万台最先进的思源590还有690的晶片，而晶片主要会采用中芯国际最新的 N+2啊，就是7奈米制程来制造。好，现在看到了中美2强在科技上的博弈啊。美国方面是出口加上促使对手更加的依赖，而中方这边呢，则是用进口再加速自主国产化。所以2强在2026这新的一年啊，马上就要是新的一年了。新的一年高科技的赛局，双方都好像认为自己是站在了有利的制高点啊，但是后面怎么样去评估它接下来的发展？马老师。我想现在就是习近平在这个20大的时候，其实把这个科技自主创新当成是一个基本国策来看，所以我觉得从2022年到现在这个几年的时间里面，中国大陆用举国的力量去发展它的高科技产业，这是确定的一个状态。那我觉得在美国的这个科技战的逼使下面，其实它逼出了中国的一些东西，比方说中国有自己的光刻机，虽然大家质疑它的这个制程不够先进哦，那28奈米，但是全世界除了艾斯摩尔之外，几乎没有其他国家能够做出光刻机。那这是一个很重大的里程碑，我认为，也就是说，在科技竞争的过程里面，他把中国逼出了一些东西。那现在美国说要卖这个 H200，我看了一下 H200，的确它的制程很先进，它是非常先进的晶片，我觉得4奈米，但是我
并没有认为因为美国卖了这个晶片，它会阻碍或者是放慢中国大陆发展脚步，因为这是2条平行线。H200的使用是一种市场的趋向，就是现在它能够方便的取得晶片，这是一个方向。但是另外一块，中国在自己发展自主的科技创新过程里面，它是用举国体制继续在推，所以我觉得这2件事情本身应该没有相互干扰性。而现在全球的市场都在抢晶片，所以能拿到 Why not 就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对，而且其实讲到寒武纪，像上礼拜我们也特别提到了，像是木樨也好，摩尔县城也好，其实他们都是大陆现在慢慢崛起，而且是渴望成为后起之秀哈，而且是会成为非常这个有影响力的这个 IC 设计公司哈。你说光是人才就非常的多哈，那所以接下来就是看时间，那中美之间在这中间怎么样去比拼。有一份最新报告啊，我们带大家来看，就是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他们有一份最新报告，说呢，尽管华为的人工智慧就 AI 晶片取得了进展哈，但是辉达整体 AI 硬体的性能仍然是保持领先，而且优势会继续扩大。以目前公开的 AI 晶片性能资料还有生产力来估算的话，他们认为，就是这个报告认为呢，华为几年内都无法缩小与辉达的差距。而这个报告也预测呢，到2027年下半年，辉达最佳的 AI 晶片性能可能比华为的晶片高，就是性能要比它高，还要高出17倍左右。反观华为在2年内不太可能会推出超过辉达 H200性能的晶片，而华为预定在2027年的第4季啊，要推出这个升腾啊，就是 ASIN 960晶片，在2028年准备上市。听到这边，可能大家会觉得很好奇啊，就美国外交关系协会这个资料到底是从哪来的？因为呢，我们讲说很多事情要有所本啊。就你觉得他这个本从哪里来？他这个本当然从行业里面来。这个行业里面，对 AI 晶片里面行业的龙头是谁？当然就是辉达。当然如果说不是辉达，可能也和辉达有关嘛。因为知己知彼，他才能这个研判出可能真正双方的技术虚实差距，还有未来的前景。但我觉得，其实黄仁勋提供，他也只是针对他整个行业正常的发展路径图来做相关的研判，比如华为的最好的芯片和我的目前产品可能差多少，它可能还要多少时间，按正常的发展才可以追赶上。但我们都知道，中国大陆举国体制在很多不同的领域寻求突破，而且这几年已经发现，真的在部分关键的这个环节已经有所突破。比如说之前有所谓的自制的 DUV， 最近有所谓推出第一台 EUV 的原型机，其实这都对中国大陆比较目前这个居于劣势的制造这个部分，会产生一个很大的一个推升效果。此外，中国大陆的相关行业里面，在有些新的材料，那也陆续推出，比如说我们等一下讲的这个光子晶片，那也是其中一个代表哦。因此，对于说中美在整个 AI 晶片的竞争里面，我认为这种出乎意料的这个发展，可能会让美国相关的业者在评估上，比如说领先的差距上会打一些折扣。而且大家要知道，中美2大国在这个整个 AI 的相关的竞争，这个算力只是其中的一个环节，算力就是相关的晶片、相关的这个科技能力。那另外还涉及所谓的大模型。那另外还有电力，能否提供足够的电力，让 AI 的发展呈现着一个比较持续的火力？在诸多的部分，其实中美2国其实各有擅长。比如大家都普遍公认，像在电力这个部分，中国大陆居于很大的优势。算力这种晶片，中国大陆目前在苦苦追赶。那另外，在这个模型这个部分，其实中美各有擅长，因此这个竞争，我认为短时间，比如说2年、3年、5年，可能还看不出来，把时间拉长到可能10年左右，双方鹿死谁手，或者各有一片天，到时候可能会有更细致、更正确的研判。对，其实尤其在科技领域哈，接下来我也想请教骆老师，就是一定是叠对叠的啊。我们台面上面看到，就是你现在公开的资料是如此的哈，你的技术到达什么样的地步程度，然后你突破了什么样的关键技术，那些都是台面上的。台面下的我们看不到，不管是中方也好，是美方也好，可能都是如此。
那因为我想到先前听过林本坚院士他的一场演讲哈，未来最关键就是在半导体的发展上面，最关键的还是在能源，就是电的问题，以及呢人才的问题啊，人才现在流失啊，或是分布在各地啊，有没有办法集中啊，可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谓的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哈，所以呢也要了解对手研发的程度到什么地步。上海交通大学啊，集成电路学院跟清华大学他们组成的联合研究团队，最近发表了全球第一款专门为生成式 AI 打造的生成式光子晶片。然后呢，在这个处理影像生成跟影片相关任务的时候呢，这个晶片的就是这个光子晶片的运行速度啊，比目前市场上主流的辉达所推出的 A100电子晶片要提升了100倍。然后在理论上呢，这个光子晶片的运算能力可以比传统电子晶片提升1000万倍啊！相关的研究内容也在12月19号这一天登上了国际顶尖科学期刊，就是《科学 Science》这一本这个期刊当中。好，那当然我们知道辉达它对标的就是中国大陆的华为，那现在又杀出这个上海交大集成电路学院呢，还跟清大他们研究团队共同推出的电子的就是个光子晶片。不过，当然现在还没有市场化。陆老师，您觉得，就未来呢这样的一个研发或突破，可能为美中在后续啊，特别讲到 AI 的总体竞争，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些影响？我想会有一些影响，是说这个生成式光子电这个 light chain 啊，它是想要突破，因为像华为任正非也说了，在物理上哦，他们要追赶一个晶片的算力能力，他们觉得很难，所以任正非说：“我用数学来代替物理，我用堆叠来代替单一，我用电力来补强算力，我用这3方面去补强我对一颗晶片的算力我们不足的地方。因为他认为他晚他1到2个世代，所以那这个 light chain 呢，他就是说，我们过去一直在追赶这个先进制程啊，很辛苦。那我这样换道来超车，我换一个道路。你过去是用电子来传送，因为电子传送会有电阻。”会发热，所以为什么一直都需要这个散热，要液冷系统来降它的温？所以这就是电子传送也有它的障碍者所在。那光子传送的话就没有这个问题。但是这个 light chain 它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它不是要取代辉达的这个 GPU，它是针对生成式任务优化的一个专用加速器哦，它不是通用的处理器。是，就像 Google 它的最近发明的这个 TPU。它也不是要取代辉达的 GPU， 它只是在特殊任务、特殊的效能上，它可以加快它的速度，加快它的算力，并不是。所以将来会什么发展？辉达会成为你要辉达的晶片是处理非常复杂的逻辑指令跟模型的训练。那这样的光子呢，它可以处理怎么样？做影片的生成。影像的生成这方面，它是专注于影片跟影像生成这方面的功能，所以是把这方面的效能把它强化一下。而且现在的确还是诚如你说的，在实验室的原型。那如果2027年能够商业量产的话，那就应该是很不错的一个成果，非常不错了。那我们还是期待能够看到它能不能市场化，能不能够商业化。未来应用的话，即便是这个量产了，它还是用来作为执行特殊任务用哈，就是说它是一个专用的，而不是一个通用型的。对，是针对影片的生成，还有影像的生成，了解这样的补强它的功能。了解。等一下回来到节目呢，我们要带大家来关注的，就是刚刚提到了 AI， 在马上要迎接的2026这一年呢。现在市场上面也看到是 AI 会蓬勃发展的一年，但是真的市场的预期跟未来的情况会是如何的？是相同还是不同？怎么看？马上回来。好，讲到 AI 呢，来看特斯拉，还有就是 SpaceX 的创办人啊，马斯克。马斯克最近非常的红，因为他这个有可能变成全球最高年薪的执行长。好。那他就认为呢，如果人工智慧啊，就是 AI 广泛应用在经济活动，美国经济在未来5年内有望实现3位数的增长。而美国银行执行长啊，叫做 Brian Moynihan 呢，他接受彭博的电视访问时，他也指出啊 ，AI 投资在今年持续增长，明年还有未来几年可能会成为更大的贡献者。AI 的影响力越来越强，正在持续产生相当强劲的影响。
各行业呢现在已经透过这个 AI 获利的商业模型了吗？这是我想特别请教骆董的第一个问题啊。第二个，您怎么看2026的这个 AI 市场啊？现在的商业模型呢，的确不多。目前是只有辉达把它的晶片卖给 CSP 这4大业者，获取高获利的一个成就。那这第二个呢，像 Microsoft 的这4大 CSP 业者 ，Microsoft、Amazon 还有 Google， 它透过 Azure、AWS、GCP， 它把做 AI 的云端服务，那就看它的客户使用多少云端，它来收费。是。那第三个呢是 OpenAI， 它是采订阅制，你要付20块美金，还是30块美金，还是40块美金，我来收你这样的费用。那它今年大概预估到100亿美金的收入，这是第一种商业模式。那第二个呢，数位广告，我们知道 Google 跟 Meta， 它早就在利用 AI 精确分析每个用户的这个行为数据，用个性化广告的投放和内容来赚取它的点击率跟用户的参与程度。那这样它也可以来透过广告的来收费。是。第三个商业模式就是银行金融系统，我们知道诈骗很多，所以金融系统透过 AI 来高速来高速的数据来分析这个诈欺的行为，还有这个信用的评估，还有利用这个 AI 来做高频交易，有证券买卖股票，你下单再快，没有人家高频交易快，这是第三种模式。第四种模式就利用 AI 来加速新药的研发，预测药物的有效性，优化临床实验的结果。这是目前我们看到的4种商业模式，但是毕竟不够普遍。它在零售业、制造业，虽然我们想要推什么聊天机器人啦，说这个库存的一个管理啊，但是目前还没有呈现一个很好的商业模式。那所谓商业模式就是消费者愿意去付款，这就是商业模式。那你现在唯一愿意去付款的只有20美金的 ChatGPT， 就是 OpenAI。对，你其他的好像都跟你关系不大。那在企业界，他要付，因为他要付云端的费用，他利用这个 Microsoft 或者 Google， 它利用云的计算，那它要付。那其他的商业模式都还没有出来，所以2026年AI 能不能够继续发展，就是看消费者愿不愿意买单。对，而且现在就要看能不能有更多的 AI 相关的应用服务啊，因为应用越多的话，当然这个投入人就使用的人就会越多。那刚刚也点到一个重点，就是未来的 AI， 因为现在看到，简单来说，其实就是还是在烧钱啊。投入大量的资本，但是呢，现在也在等待开花结果的那一天。那当然，马斯克的说法是说 ，AI 对于未来的美国经济是绝对有非常大的帮助啊。他说是有望呈现3位数的成长，这当然是马斯克说的，因为马斯克自己也是 AI 的研发者之一嘛，哈。那所以讲到了美国经济啊，最近的最新数据显示说，美国第3季度的 GDP 飙升到了4.3%。4.3%，那这是从2023年第3季度以来的最大增长，所以呢，你就看到川普马上就发他的推文就是立刻就发文说，这代表着川普经济黄金时代正在全面的推进。不过在此同时，也看到其他的经济数据就业总增长却保持缓慢，失业率达到4.6%，创下2021年以来的最高纪录。因此呢 ，KPMG 首席经济学家叫做 Diane Swonk， 他就指出，经济增长跟劳动力市场的结果已经脱钩了。尽管资金在经济中健康流动，但是却没有办法用来创造新的工作机会。所以马老师，这个经济增长跟劳动力的市场它脱钩的影响是什么？就我想。现在全球特别先进国家的人口都在负成长嘛，其实AI 就是出现之后，人工智能其实补足了一部分原本应该由人力来做的事情，比方说现在大家去餐厅，大概就会碰到送餐的机器人可是这件事情的本质上面变成送餐机器人，而不是这个原本的 waiter，那其实它对你的消费是没有影响的嘛。也就是说，其实，在我们看这个人口渐渐的现在经济成长模式跟这个人口劳动力是脱钩，但我觉得美国的问题并不是在它的经济成长率，是因为它的通膨太高了。密西根就这2天做出来，密西根大学预测明年的美国通膨大概会落在4.2%到4.5%之间。那换句话说，你今年4.6%的经济成长完全被通膨吃掉了。
它的意义不大。而且通膨就是上一次就是 Harris 会输掉，就是民主党会输掉的非常重要的原因。Biden 是就业率史上最好，经济成长率又非常的高，可是为什么还是落选？因为通膨太厉害。从2000年疫情开始到现在，美国的通膨累加起来将近30%啊，这可能你不会有感觉，但是我说你扣你30%薪水，你就很痛苦了。事实上是一样的概念，所以我觉得要对川普来讲有意义，并不是在经济成长。他明年因为通膨的关系，很有可能在其中选举没有办法达到非常好的表现，就11月。所以我觉得对美国人来讲有没有意义？经济成长，当然成长会比不成长好，但是我觉得对美国当务之急来讲，它控制的。其实失业率4.6%还不算太差啊，当然比起过去是不好，但是没有太差。但是我觉得问题最大还是在通膨，一直压不下来，它会造成普罗大众的一种反感。经济成长其实这个不断去强调这个 GDP 数字创新高，但是人民有没有实际的感受可能比较重要啊。就是台湾也是嘛，就是 GDP 我们不断创新高，可是受薪阶级这领薪水的觉得我们平均薪资怎么还是这个普啊。那所以讲到经济的部分哈，我们也来看中国大陆这边，他们最近遇到的一个状况，特别有一个提醒，就是中国大陆的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的发言人李超，他近期呢就提醒一件事情，他说中国大陆呢当前人形机器人在技术路线商业化模式还有应用场景这些方面呢都还没有完全的成熟。所以呢，随着新兴资本加速的入场中国方面现在已经呢有超过150家的这个人形机器人公司，而且还在不断增加中哦。其中半数以上都是新创的，就是初创公司，然后或者是跨行，就看到这个人形机器人未来市场前景可期，所以呢就投入也做人形机器人。好，所以呢，必须要防范重复度高的产品蜂拥上市，排挤掉研发空间的风险可以看得出来的一件事，就是中方在 AI 领域的应用端，刚才特别骆董也提到了，应用才是未来可以让消费者拿钱出来去买的。那在应用端呢，现在中方已经开始在管控风险了，是因为预见，就是说 foresee 到产业可能会面临什么样的一些风险，或者是必须要去注意的事情吗？它的发展蓬勃发展特别是人形机器人，过去相继举办了像这个人形机器人马拉松、拳击比赛，吸引了大家的眼球。因此在各行业各公司觉得有利可期，纷纷投入。但其实中国大陆产业发展一个很重要一个特色就是内卷化会更加的严重。因此大陆政府这几年提出了所谓反内卷一些政策，是。他对这个人形机器人产业进行规范，就希望借由政策的引导，让它能健康发展，而不像刚才讲到的那个数据，150家，其中有半数是新创、初创或跨行进入。这一类公司有没有技术底子，有没有一个很好的市场相关的评估，其实都存在问题。因此，这些公司如果放任它的发展，势必让它的内卷。比如说，之前电动车、之前太阳能产业，因为内卷产生了很多技术路线发展不成熟。比如说电动车很多华而不实的装备，是不是你完全需要的科技或设备？这引发很多讨论。那另外，由于剧烈的竞争，大家获益都减少，造成很多厂商投入大量资源，但后来被市场所淘汰。我想借由这种正常这个健康的规范，他就希望。这种严重内卷的情形，在未来人形机器人这个部分能够不再重蹈覆辙，是。而我认为这是这个有远见的一个做法，特别是这个如果内卷还是那么严重，势必让高投入、低收获或者发展水平低劣，而竞争强度越来越剧烈，这只是浪费。整个宝贵的资源，而且在技术上往往陷于一个死循环，大家在有限的空间里面进行厮杀，大家形成一个共输或全输的这个局面，这个是不利于中国大陆未来人形机器人产业的发展。对，而且金伟兄刚刚点到一个问题，就是说大家一窝蜂的去做那你如果有技术底的话，还勉强可以是这样说，你可以去研发。但如果造成良莠不齐的，就是大家的质量就是那个品质不一的话，尤其人形机器人，因为它牵扯到安全性的问题未来的家用的也好，或者商用也好，就是工业用的也好的话，这个一砸下来。